链上数据似乎已经发出了自15年以来最恐怖的抛压预警。不仅如此，华尔街的传统银行也正在华尔街权力核心酝酿着一场针对加密货币的致命绞杀。比特币该何去何从？接下来我们应该留意哪一些交易机会？昨天晚上，比特币价格在币安合约交易对拉涨，来到了76009，恰好就把前高点进行到一个突破过后呢，迅速收真假突破，随后跌到了2000多点。那现在来讲，空军千万不要放心。为什么？因为看一下当下的一个资金费率啊，你可以看到是来到一个极负的水平。那往往都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市场极度恐慌，很多人急于把自己的比特币去做套保，产生这样一个极负的资金费率。但是呢，在这一轮是价格上涨，大家赶着去套保，那这样一个资金费率呢，也是创下了牛市以来最负的一个水平。这个现象代表什么呢？就是市场极多的人用合约选择性去看空比特币，但是当下比特币没有下跌，这是现货买上来的一个现象，也是会存在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就是杀空，在一些空头没有被彻底猎杀之前呢，比特币也许最近是难以大跌的。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的 K 线图，那这是单日图啊，除了留意的一个 K 线以外呢，还要注意一下量价的分析啊。那76000之前呢是前一个高点，你发现任何一天啊，就比特币放量呢直接企稳到76000美金，在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再去用左侧看空它，直到它出现这个空头结构呢，你才能够去切入。因此，如果单纯用日线级别来算的话，日线级别多头的结构的话，就是落在了70400美金，也就是那一天日线级别下跌趋势线没有砸穿的点数。你不要忘记，当这个趋势线被突破，资金费率又极负的时候，也许行情还是要再回整一下76000的这一个整数区间。为什么？透过我们这个清算热力图发现啊，比特币在触碰到70600时候呢，就已经急速下跌2000点啊，那已经就是不再触碰到76000这个整数区间了。所以呢，清算热力图显示呢，在76000的价位上仍然留有大量仓位。那一般的假突破呢，都会留一根比较长的上影线啊，标准的假突破 K 线就像这一种。你可以看到前高点吐出了非常多，然后收回来。那这个前高点呢，它不是这个样子的，是恰好碰到了，所以还是有点猫腻。在有猫腻的情况下，做空就要选择更加谨慎。那这就甚至于啊，你要考量当比特币价格回撤一些趋势线的时候，比如说按照123法则，不是说突破趋势线回撤就没有办法创新低，然后又突破前高，这是一个很好的看多的结构。那考量的就是回撤趋势线的时候，选择短线去切入。从盘面来看，好消息就是它已经成功的突破了10月以来的下行趋势线，并且这几天成功站稳在了趋势线之上。那是不是代表着这个结构要彻底打破了？有一个指标非常有意思，就是时间节点。我发现在每个月月中左右呢，都会发生行情的转折，而且转折的话都是以下跌为主。我们对比一下3月15日、2月15日和1月15日，那行情的话都是以下跌。大家可以看到，那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说，你是不是糊涂了？时间跟这个 K 线有什么关联？但有时候呢，就是看似不串联的两件事情会有强相关性，所以我仍旧保持短线可能会再次上探76000的关键压力位，拿掉那些空头流动性之后呢，整体仍然是偏空的思维。总结一下技术指标，虽然昨天晚上价格在冲到76000美元附近的时候遇到阻力收复回落了，但是要注意，它已经突破了下行趋势线，整体看涨前景并没有因为这个小小的回落而改变。短线上还是要死死盯住74000这一个就一线支撑，只要能够成功站稳74000，可能还是会再次向上突破挑战76000的关口。如果一旦突破76000的这个强阻力，也许通往80000美元也不再是梦。当然，如果价格跌破了74000，向下寻找支撑，我们就要看回踩能不能守住在72500到73000美元这一带。讲完了技术面指标，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面信息。在说基本面之前，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现在的比特币是非常敏感的风险资产。它的走势和纳斯达克挂钩。截至2026年4月，比特币跟纳斯达克100指数相关系数已经飙升了惊人的 0.8。 0.8 是什么概念？这创下了自2022年以来的最高值。比特币现在的定价权早就已经不在那些抱着去中心化信仰的庞克手里，而是牢牢掌握在了华尔街总经、对冲基金和演算法交易员的手中。对于这些华尔街大鳄来说，比特币本质上已经沦为了一只就可以加杠杆的科技股。当他们觉得市场环境好，愿意承担风险时，就会同时买入纳斯达克和比特币。环境一差的话，就一起倒货。只要纳指不崩盘，比特币流动性就不会断。这就是为什么比特币现在能够冲击7.6万的关键原因之一。更关键的是，这一次冲锋是有真金白银在背后当子弹的。这源源不断的现货子弹来自哪里呢？来自华尔街的正规军，贝莱德的现货比特币 ETF， 也就是 IBIT。
即使在第一季度动荡的总金抛压下，依然狂揽了 9.35 亿美元的净流入，现在的资产规模已经高达555亿美元。不止贝莱德，老牌投行摩根士丹利也杀进来，他们自家的 ETF 首日上市就直接吸金3060万美元。以前买比特币可能都是一些追求高风险的散户或者是对冲基金，现在呢，越来越多追求长期稳健回报的养老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也开始进场。还有一个极端信号是巨鲸正在隐秘操作，趁着市场之前就恐慌大洗盘的时候呢，那些持有1000枚以上比特币的超级巨鲸在过去1个月内悄悄吃下了高达27万枚比特币，总价值的话高达230亿美元。同时长线投资者也在吸收了价值490亿的美元筹码，转移到冷钱包里面封存起来，造成市场上流通盘的大量缩死，看似酝酿着一场供应冲击，但是如果你只看到巨鲸买入，你绝对会成为被收割的韭菜。同一时间，另一组用来衡量抛压结构的指标已经飙升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我们看到一个叫做所有交易所巨鲸流入比例的指标，这个指标是用来衡量排名前10的超大额存款交易占交易所总流入量的比重。那这个数字的话已经飙升到了 0.64， 也就是说现在流入交易所的所有比特币里面有高达 64% 是掌握在极少数超级大户手里的。这个数字的话，上一次指标达到这么高的高度是要追溯到2015年的10月，那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残酷熊市。大额冲进交易所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可能会把币卖掉换成钱。另外，中东局势看似缓和，实际上是又令停火。为什么叫又令停火呢？因为这个停火协议规定，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烟火的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可能最多允许15艘船就通行。15艘是什么概念呢？正常的海峡运载着全球 20% 的石油供应，现在海峡两端停了1400多艘商船在排队，这点配额的话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以上分析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投资建议。大家在做交易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风险评估，为自己的资金负责。那今天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如果还没有 Gas.io 的账户，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在注册的时候，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这样你可以获得 20% 的终身手续费返还。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一鱼多吃福利多。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